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皮质醇重塑记忆网络。论文刊于 Science Advances， 属脑影像新研究，研究聚焦压力激素如何动态重塑全脑网络。皮质醇能强化情绪记忆的存储优先级。封面图示显示，大脑核心区域连接高度密集，深紫色节点与红蓝分支共同勾勒重构轨迹，这些形态变化指向网络级别的重新布线。该成果有望解释压力记忆为何格外清晰，但具体机制仍需后续实验验证。压力下的情绪记忆清晰，日常琐事容易褪色。这种差别不只在感受，更在记忆资源分配。压力激素激增时，情绪体验获得存储特权，中性刺激如褪色订书机，画面模糊难以辨认；情绪刺激像绿色啤酒瓶，画面得到清晰锁定。普通事件在这样的分配中自然处于下风，因此高情绪价值体验被优先写入长期记忆。这种倾斜为关键生存信息开辟优先通道。本研究目标是破解皮质醇的全脑作用机制，已知皮质醇能促进情绪化经历的记忆巩固。它具体如何改写网络连接仍是最核心谜题。皮质醇是直接放大大脑的整个警报系统吗？还是偷偷重写大脑记忆硬盘里的全部信息？大脑如何几秒内完成全脑重构？靠什么机制？这些疑问共同构成全脑黑匣子的未知核心。答案将揭示压力重塑记忆网络的关键路径。要形成一段清晰的情绪记忆，需要2个关键步骤。本研究要在全脑尺度上完整剥离2套网络，然后再分别观察皮质醇对各网络的独立影响。一个事件进入系统后会分向2条独立轨道。轨道 A 主要负责检测威胁和情绪热度信号，轨道 B 负责编码信息，并长期存储为记忆。皮质醇被精准滴注在2条轨道交汇的中心处，这样设计能分离2套网络的功能与药物效应。26名健康受试者经历2次独立扫描周期，每次周期都采用双盲对照设计。口服20毫克氢化可的松对比安慰剂处理，给药后等待1小时，确保全身皮质醇升高。随后接受磁共振扫描，观看图片并评分唤醒度。24小时之后执行新旧图片识别测试，4个阶段覆盖药效、编码与延迟测试，这能区分皮质醇的即时与延迟记忆效应。试验级别控制是这套设计的核心。2×2组合覆盖药物与图像2类变量。皮质醇组观看情绪图像与中性图像，安慰剂组也面对完全相同的图像集合，2组仅在药物上不同，图像属性保持一致，这样就能分离药物效果与图像情绪效果。每张图片都可归入药物与情绪的双重条件，交叉对照让后续网络差异更有说服力。传统静态连接法只能给出数分钟平均脑状态，情绪唤醒变化极快，平均后细节都被抹平，情绪记忆编码发生在转瞬之间，不能错过。试验级分辨率以秒为单位定格单次刺激更新。静态连接好比夜晚车灯拉成模糊光带，高速摄影能定格水滴入水的每一圈涟漪。平均脑状态掩盖了事件触发的快速网络重组，唯有秒级刻画才能揭示压力下的记忆形成。动态连接组预测模型采用1秒为时间窗，其中全脑共细致划分出377个节点，每个节点的时间序列都参与实时相位同步计算，每个试验瞬间即可形成一张独立连接组快照。模型直接预测单个试验瞬间的唤醒度水平，同时预估这个事件未来的长期记忆成绩，这样就能把脑网络动态和单个事件绑定，为压力下记忆编码的动态过程提供高分辨率视角。口服氢化可的松使唾液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，编码阶段维持在高位，安慰剂组保持平稳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1/1000，差异极其显著。行为学上被记住的事件唤醒得分明显更高，皮质醇组记住事件约60分，遗忘事件较低，高唤醒事件的记忆留存概率显著增加。生理和行为证据确认药物放大情绪显著性，这为后续双网络分析提供了药效学基础。动态连接组模型已在全脑尺度将双网络分开。皮质醇即将分头检验2套网络的独立反应。左侧红橙色代表威胁扫描的唤醒系统，右侧蓝灰色代表负责编码存储的记忆系统。同一个激素可能施加截然不同的调节策略。双网络分离使不同策略可被分别观察，
这也为追踪压力记忆重构铺平了道路。唤醒与记忆系统的双重命运即将揭晓。唤醒网络如同大脑的火灾报警器，时刻待命。它的核心节点高度集中在显著性网络区域，它持续扫描环境中的潜在威胁，并感知情绪热度。关键脑区包括前脑岛、杏仁核以及扣带回前部，下丘脑与丘脑也参与，构成完整警报回路。这些区域共同决定哪些信息值得优先处理。这一网络对高情绪刺激反应通常尤为迅速。它负责早期预警，但不直接执行记忆编码任务。皮质醇选择放大唤醒网络，而非改动其解剖结构。核心节点的位置保持不变，连线密度大幅增加。安慰剂组连线稀疏，皮质醇组则密集且粗壮。两组网络边缘重叠度高达90%，对比强烈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 0.001， 结果可靠。皮质醇像扩音器放大了既有的警觉系统。唤醒网络全程没有招募任何新的脑区参与。这种放大策略让情绪记忆获得更高处理优先级。记忆网络好比档案录入源，负责长期记忆归档。它主要涉及视觉网络、默认模式网络及海马体。默认模式网络与海马体负责深度加工信息，对输入事件进行情境绑定，建立记忆线索，将重要体验转化成可长期保存的神经印记。核心节点位于后部视觉区内侧颞叶等区域。该系统决定哪些事件被写入长期记忆档案，因此影响压力下情绪记忆能否被清晰固化。皮质醇并没有简单放大记忆网络的活动，它采取完全彻底的重构与特异化策略。情绪记忆网络与安慰剂无显著边缘重叠，两组条件下的网络几乎没有任何共享连接。皮质醇抛弃了处理日常记忆的常规路线，它为情绪刺激定制一套全新连接策略。普通中性记忆与情绪记忆因此被强制分流。这种特异化让情绪印记获得更高存储特权。双轨矩阵显示，两套网络的命运完全相反。唤醒网络保留原结构，重叠度超过90%。皮质醇对唤醒系统采用放大与稳固策略，隐喻为警卫，加强巡逻，保持架构不变。记忆网络零重叠，常规连线被抛弃。皮质醇对记忆系统实施彻底重构与特异化，隐喻为启用新档案通道，记忆资源强制转移。双系统对比显示，皮质醇精准倾斜资源。皮质醇促使唤醒网络与记忆网络出现显著重叠，这两个网络原本功能分离，解剖结构相互独立。在皮质醇催化下，系统边界开始被打破，从分离状态转向融合，交叠区域呈现深紫色。重叠边缘的显著性检验 P 值低于 0.001， 空间重叠为双系统协同提供了结构基础，但空间融合未必等于功能上的整合，时间序列上的同步性仍需后续研究验证。皮质醇显著提升了唤醒网络的整体活跃度，记忆网络整体参与度则与安慰剂组基本一致。折线图中的两组波动幅度形成了鲜明反差，唤醒网络在皮质醇组的波动明显更剧烈，记忆网络的两条曲线在时间轴上几乎完全重合，这表明皮质醇当前主要控制唤醒警觉系统。记忆网络重构可能依赖后续时间同步机制，整体参与度不变，并不代表网络功能未改变。时间序列分析揭示双网络空间融合之外的新证据。去除共享的物理边缘后，两者仍保持同步。皮质醇迫使记忆网络跟随唤醒网络的节律，0到30秒窗口内两条曲线几乎完全吻合，橙色线代表唤醒网络，蓝色线代表记忆网络。统计检验表明，时间同步的 P 值小于 0.001。这种时间同步并非空间重叠的简单副产品。皮质醇在时间维度上完成了系统的整合。终极证实的目标是检验记忆网络是否越界接管。功能泛化的核心标准是 A 信号预测 B 行为，用唤醒网络的数据预测记忆表现，难逃失败。功能泛化要求网络承担非本质的预测任务，真正的考验是记忆网络预测主观唤醒度。若预测成功，就证明记忆系统学会了唤醒功能。这一步能区分同步整合与真正的功能重组。交叉验证的成败将确证皮质醇的系统级挟持。交叉验证大获全胜，记忆网络预测唤醒成功。皮质醇条件下，记忆系统预测值能预测唤醒度。安慰剂组无规律相关回归线保持水平，皮质醇组呈正相关，相关系数 0.23。
统计检验 P 值小于 0.001， 结果高度显著。记忆网络被重构，学会了对情绪信息敏感。皮质醇强制挟持记忆系统，高优处理情绪信息，这确证功能泛化。记忆网络学会预测唤醒。皮质醇并非简单的让大脑进入全面亢奋，它驱动唤醒网络与记忆网络双轨并行运作。唤醒网络被显著放大，警报声量明显增强，记忆网络被彻底重构，编码路线高度特异化，大量存储资源因此向高显著性情绪信息倾斜，优先编码锁定环，吸拢并定向传输关键记忆碎片，这属于精准的资源挟持，而非全面亢奋扩散，最终让情绪记忆获得最高级别的存储优先权。这项发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提供了新解释。极端压力下，创伤记忆被烙印，背景细节却丢失。因为记忆网络被极端特异化，只存核心信息，皮质醇会优先巩固高动机价值的记忆压力，导致成瘾复发的神经连接基础被揭示。DCPM 模型证明1秒精度可解码全脑状态，这项能力为动态认知研究提供关键方法。精神药理学由此进入高时间分辨率时代。压力并不仅仅是让记忆力变好，而是会重塑记忆网络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记忆资源分配规则与优先级，关键生存体验被牢牢锁定，成为最高优先级编码。最终，这些记忆几乎永远不会被时间磨灭。证据来自2025年发表在《科学进展》期刊上的一项研究。这项研究和日常健忘现象形成了明显对照。它说明情绪记忆的牢固程度会受到激素的显著影响，生存相关印记的保持由此获得了机制上的解释。执行摘要覆盖受试者方法与3大结论。26名健康受试者参与双盲对照。20毫克氢化可的松构成核心药物干预，全脑3柴7节点逐秒计算相位同步。刘意法动态连接模型可预测唤醒与记忆结果。唤醒网络被显著放大，解剖结构保持不变，记忆网络被彻底重构，不再共享中性资源。功能泛化表明，记忆系统学会预测唤醒度。这项研究给出了皮质醇重塑记忆网络的关键证据。它同时放大唤醒系统，并重构记忆系统的连接。双盲对照实验与动态连接组模型支撑了结论。不过样本规模有限，结论仍需更大群体验证。未来可关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神经调控策略，也能为成瘾记忆干预提供新的生物学靶点。1秒级解码能力将拓展精神药理学研究维度。该成果发表于科学前沿期刊，供学术交流。科研人员可基于此设计高时间分辨率新实验。